大家好，我叫罗宾，今天我们来讲讲赛艇。我是中国第一批划赛艇的民间爱好者。2015年的秋天，我还记得那个中秋节，我是在飞机上过的。我飞到了伦敦，参加王石组织的企业家深潜训练营。一群企业家在剑桥待了1个月，每天早上5点起床，踏着草地上一层薄雾，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剑河边。一群天鹅还在河边睡觉。我们6点开始训练，8点结束，迅速的洗澡吃早餐，9点开始一天的课程，晚上还有正式的晚宴，每周还有英文辩论，特别的忙碌。1个月后，我们一帮人踩着金色的梧桐叶离开了剑桥。回国之后，我们一群不服输的人就在全国各地成立自己的赛艇俱乐部。在王石的传播和号召下，赛艇俱乐部在全国遍地开花。估计到现在，全国有300-400家赛艇俱乐部。这里面的故事特别多，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那什么是赛艇呢？我们先来区别一下3个水上运动。中国水上运动中心最早叫皮划艇中心，所以大家经常很习惯的喊皮划艇。其实皮划艇是2个项目。现在水上运动中心叫皮划赛艇中心，是皮艇、划艇和赛艇3个项目。皮艇英文叫 kayak， 是1把桨，2边都有桨叶，左边划一下，右边划一下，这个叫做皮艇。划艇叫 canoe， 是只有1把桨叶，半跪着单边的划，这个叫划艇。赛艇英文叫 rowing， 是只有1个桨叶，但是有可能是1个人用2把桨，有可能是1个人用1把桨，但一定是2把桨配合，保证船的平衡和前进。在这3个项目里面，只有赛艇的划座是可以前后移动的。当我们的划座往前移的时候，我们的脚就屈了起来，我们脚一蹬，手一拉，所以这个运动主要用的是我们的核心肌肉，大腿、腹肌和背肌。这也是3个项目里面最能把人的体能完全发挥出来的运动。赛艇是横向运动，因此对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最小，是损伤最小的运动。它也是能锻炼到人体最多肌肉的运动。另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是，赛艇呢，它是一个背向运动，它是往后走的，所以它也是唯一的一个能看着你的对手是怎么输给你的运动。And for those 4 guys in the middle of the boat, it's about how much power you can apply. The Dutch going well too. Germans, I think they're struggling here. The bow of the German 8. Grimace on his face. And they want to GB that 4 and 8 double. I've already halfway to that target. So it is GB with a good, strong advantage to the boats away to their left, the Germans and the Kiwis, who have dropped back now as the United States come through, and it's a return, really, a surge from the Dutch, who were second in the repechage. It's the Dutch coming through with Germany fighting it out for the silver medal position as we come into the last 500. It's just Germany from the Netherlands. 赛艇是一个需要高度团队协作的运动，在一条船上可能会出现领袖，但是一定不能有孤胆英雄，因为水平高的人必须要放弃一些能力去配合水平差的人，这样船才能平稳，并且达到最高速度。在剑桥的时候，我是所有人里面最有蛮力的，我每次都用尽了我所有力气猛划，我还经常责怪别人不使劲。最后一天决赛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队员因为船太晃，他的桨插在水里出不来了，整个人差点被桨打到了水里。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用力太猛，我才是这条船上最大的破坏性力量。另外，王石说过，赛艇是一项最优雅、最有诗意的运动。赛艇划好了是特别的美。首先，别人从远处看过去，这条船像水蜘蛛一样在水面上轻轻的、快速的飘过，特别的柔美。船上的每个人也感觉身心特别的愉悦，特别的舒畅。当8个人动作完全一致，呼吸完全一致的时候，即使你非常用力，你也一点都不感觉累。8个人和船和水融为了一体，我们的力量通过桨传导到了水里，非常柔和的推动着船往前走。一场训练，哪怕只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哪怕只有那么3-5讲，能够达到这种状态，
大家都会说滑得太爽了，都会想要疯狂的追求那种感觉。这种状态英文叫 swing， 中文翻译成摆荡。我觉得翻译的并不好，因为这描述的其实不是一种物理状态，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我觉得心流或者神驰可能更好的描述这种状态。赛艇日始于1938年3月26号，是每年在英格兰泰晤士河上举办的赛艇比赛，是最重要的皇家活动之一。赛艇因此也和击剑和马术并称为最高端的贵族运动。牛津剑桥对抗赛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学校间的赛艇比赛，从1928年延续至今。牛津的代表色是深蓝，剑桥的代表色是浅蓝。参加比赛的队员统称 Blue， 必须是学习成绩特别好、赛艇运动水平顶尖的学生才能参加。再加上对平衡感的要求和高度的团队协作能力， Blue 的学生一直是华尔街和大型企业争夺的人才。我在上海也成立了一家赛艇俱乐部，叫 Blue Rowing。B 是 Balance， 代表平衡； L 是 Leadership， 代表领导力； U 是 Unition，代表团结。 E 是 elegant， 代表优雅。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一生都在坚持滑赛艇。霍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舵手。舵手不只是要控制方向，还要把握节奏，调节队员的情绪，根据风速和水流做出应对的方案，最后还要根据比赛情况合理分配队员的体能。还有爱因斯坦、高盛的主席麦克埃文森、约翰肯尼迪等等。所以赛艇不只是一个高强度的体能对抗，更加是一个高智商的竞技。最后让大家看一看滑赛艇的运动员的美好身材长啥样子。这部分内容我们下次会做一个专题来讲，敬请期待。大家抓紧把赛艇滑起来吧！